这台机器在大约45度较高温的情况下进行脱水，让水果、蔬菜、坚果甚至肉类变成干片，或加入一些佐料入味。一般制作脱水食物，主要目的是要让食物保存更久，不容易变坏。我的小孩很喜欢，他会教我做这个玉甘蓝的脱水食物，我们觉得很方便收藏，小孩子的健康零食。然后有时出去或者出国也是可以带这个健康的零食出国。我从坚果、种子和谷类开始，坚果可以是杏仁、腰果，种子可以是葵花籽、南瓜籽。主要目的是把水分从食品当中去除，水分去除以后呢，微生物对食品的影响就降到最低，甚至可以防止部分的食品变得腐烂，是由于微生物的原理。在营养方面，教授表示，大部分的脱水食品同新鲜蔬果相比，卡路里和糖分都来得高，但差别不大。这是因为每千克的脱水食物中含有较多的脂肪、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。另外，脱水食物中的维生素 C 也比较容易流失。大部分的情况下，干燥它是热风干燥，就是比较温度比较高一些的热空气。那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它可能有一些对热比较敏感的，就是生物活性物质会产生损失。打个比方说，维生素 C，有的呢就是说对氧气比较敏感，会容易氧化。维生素 C 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比如，脱水苹果食品会损失超过75%的维生素 C， 这包括了切苹果时流失的8%，灭活酶时的62%，以及脱水时的5%。教授建议在吃脱水食物时加入不同营养成分的食品搭配，这样营养更为均衡。陈银霞有时会将脱水食品与其他营养丰富的食品搭配，比如这个水果沙拉，有脱水的荞麦、坚果、蔬菜片外，还加上各种水果，颜色鲜艳，营养俱全。对于想要着手尝试脱水食品的人，陈银霞建议可以从制作果干开始。就可能你就从水果开始，因为水果，脱水的时间比较短，可能10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完成。像坚果种子等脱水食品就需要提前浸泡处理，通常需要脱水长达3天的时间。虽然脱水食品能够保存至少1个星期，但在炎热的新加坡，脱水食物的保存仍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问题。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它氧化还在继续。对有些食品，如果特别是食品里边把这个脂肪的成分比较高的情况下，那么这个货架期还是有一定限制的。比如说肉类，干燥的肉类，那么氧化的问题也会比较严重。教授建议将脱水食品放凉后存放在密封瓶子里，然后放入冰箱，可延长保存时间。酸奶酸酸甜甜，放入口中绵绵的口感，小朋友特别喜欢。但酸奶一般存放期限非常短，而且需要放入冰箱冷藏才不容易变坏。但其实，只要经过冷冻脱水，滑溜溜的酸奶就可以变成凝固状的酸奶溶豆，延长保鲜期。冷冻脱水必须要将食物内部的水分变成冰，再直接由冰转化为水汽，达成冷冻脱水，温度大约介于0°C到80度之间。因此和高温脱水相比，对食品的损害比较小，能够保留更多生物活性物质，例如不耐热的维生素 C。另外在结构上也能够更完美地保存食品原本的样貌和色彩，这也是食品生产商考量的一点。除了酸奶外，肉类、果汁甚至咖啡等，只要含有水分的食物都能够进行冷冻脱水。食品科学教授表示，水果和蔬菜冷冻脱水的保鲜度更好。在冷冻脱水的食品里，用的最广泛的可能是水果、蔬菜。那尤其是水果，水果里边维生素 C 的含量比较高，所以带来的优点就非常明显。那么蔬菜呢，它也许维生素 C 的考量并不是很大，但是呢，它对植物的细胞结构的保存会变得更好。同高温脱水机相比，很少人拥有冷冻脱水机。
这是因为一台小型脱水机从60元起跳，而冷冻脱水机价格超过1000元。在脱水时间方面，蔬果的高温脱水需要10个小时，而冷冻脱水则需要至少1天的时间。相较于高温脱水，冷冻脱水能够去掉食物里的更多水分，因此冷冻脱水食品能够保存长达2年或以上。冷冻的脱水的这个过程非常缓慢，相比其他的脱水过程，它非常慢，而且呢，对能量的消耗也比较高，所以它的造价比较高。想制作脱水蔬果，但是又不想花钱购买冷冻脱水机，不少人就利用冷藏柜来制作脱水食品。首先可将食物切成小块，然后放在托盘，放入冷藏柜。虽然食品会在几个小时内结冰，但冷冻脱水部分需要至少1个星期。过了1个星期后，可以检查食品颜色是否变深。如果变深了，代表脱水过程还不够久，要一直冷冻到食品颜色恢复到原来的颜色为止。随后将食品放入密封袋，存放冰箱备用。不过教授指出，利用家中的冷藏柜脱水得注意，因为家中的冷藏柜设备无法跟冷冻脱水机功能媲美，很大程度上脱水容易失败，而且担心微生物滋生。